不痛快，你说啥呀？你干啥呢？练歌呢嘛，准备代表我们公司去参加铁系好嗓子嘛。我问你个事儿，啥事儿？你说要是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，咋解释？谁呀？哎呀，你先别问了，快说。那要是凭我多年的经验的话，那他一定是接触女人了。那要是一双丝袜呢？那就说明他跟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接触呗。那要是一双穿过的丝袜呢？那就妥了，就说明他俩已经蹦出火花来了。你看啥呀？我让火花碰着了。哎呀，不是，大姐，你搁哪整这么大火花呢？你大姐夫的衣服口袋里找着的。哎，大姐，你应该这么想。你说我大姐夫多优秀啊，长得还帅，这玩意儿兴许就是哪个女住户送给我大姐夫的礼物呢？哎呀，我的心呐！不是，大姐，要不你这么想，就是我大姐夫哪次出公差，他不都得把自己搭理吗？这不很正常吗？哎呀，我的心呐！不是，哎，大姐，你这么想，就在我大姐夫心里根本就装不进去别人。为啥？你这大体格子不搁这摆着呢吗？哎呀，我的心啊！大姐，要不你这么想？哎呀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这是你大姐夫干的事儿。那你看，二米啊，在没弄清楚之前，哪也不许说啊！大姐，瞅你说这叫啥话呀？这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呀？家丑不可外扬。你上咱小区打听打听，就我这嘴最那啥了。钱志芳出事儿了！钱志芳，二米链，你就这小区最碎的嘴，你怎么的了？有什么小道消息吗？啊？怎么的了？钱志芳，哎，过来，怎么的了？找。我问你，怎么的了？如果在男人身上发现了一件女人的物品，你怎么解释？从男人身上发现了女人的东西，那这东西可能是他媳妇儿的呗？那要是一双丝袜呢？丝袜？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儿买的呗？那要是一双穿过的丝袜呢？还是穿过的丝袜？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儿买了丝袜以后，怕不合适，自己先试了试呗？钱顺芳，哎，说得好，哎，大姐，你就应该按我们道去想一想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丝袜啊，它不一定是我大姐夫的，对吧？你等会儿，我大姐夫因为啥要穿丝袜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大姐夫穿丝袜啊？是大姐在大姐夫的衣服兜里发现了一双女人穿过的皱皱巴巴的丝袜。从大姐夫的衣服里发现了一双女人的丝袜啊！对呀，妈呀，我以为从我衣服里发现的呢。哎呀，这可吓死我了！行了，大姐，这个问题我得重新回答。哎呀，大姐，这个问题这不显而易见吗？从男人衣服里发现了女人的东西，这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他已经碰撞出了火花啊！哎呀，我的心呐！发现的是丝袜啊，而且发现的是丝袜，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熊熊燃烧了。哎呀，我的心呐！而且发现的是一双穿过的丝袜，那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火山爆发了。哎呀，我的心呐！哎呀，综上所述，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山崩地裂了。钱顺芳能不能不瞎说呀？钱顺芳，怎么着？我不相信是你大姐夫，这要是你，我真信。好家伙，在我们家啊，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，什么好事都是大姐夫的，这种事你都能怀疑我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分析分析，你就不得不信。一般这个男人外边要是有了女人啊，情况是这样的，哎，回家以后他不爱说话，为什么？他怕说多了露馅儿。第二，回到家垂头丧气，
因为什么？在外边他已经身心俱疲了。第三，回到家里啊，往沙发上一瘫，什么话都没有，就一个字儿，累呀。你不管问什么，你渴不？不喝。你饿不？不吃。我给你按一按啊，可以，来吧。你不信，准的。陈师傅，你挺有经验呢，啊？我有什么经验呀？我这个人很正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电视剧里我看多了，全是这么演的。少来吧你！啊，这还给我俩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大姐夫，你是不是单那什么？咋才回来呢？哎呀，累呀！哎呦我老公哎，喝水不？不渴，吃饭不？不饿，我给你按按呐。来吧。老公啊，我问你点事儿啊，如果街坊邻居们，你们看见没有？比电视剧里演的还过呢。赵刚子，小区哪儿着火了？着什么火了？着什么火了？我问你啊，如果在一个男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，你咋解释？哎呀，那俩人肯定有事儿了呗。让我再问你，如果要是一双女人的丝袜，你怎么解释？丝袜，嗨，那就是两当着说了，是吧？而且是双穿过的丝袜啊。哎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二女啊，是这样啊，他有可能啊，他那个买丝袜的时候他怕不合适，还自己先套上试试啊。来，你给我套上试试来。不是你这我都解释过了。陈胜芬干什么？你说你干什么了你？我怎么了啊你说你怎么老出事了你啊？哎，你说你每次出了事儿我就得给你担着，我要不担着你能活吗？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但是这次这事儿吧，这玩意儿难度太大，我尽量给你合理吧。哎，你这玩意儿你是怎么说呀？你这玩意儿你怎么整的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这个东西，你这玩意儿，那个是这样啊，这个丝袜吧，这个丝袜是我的，咋的？哎呦，大姐夫，哎，看着啊，二米，大姐，我跟你说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你别哭，你哭啥呀？跟你有啥关系呀？人家还没事，那二米挺淡定，你哭个啥？二米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来，坐着，不就是个丝袜的事儿吗？这不很简单吗？对吧？我的，对吧？不是啊，穿过的，穿过的咋的？不是穿过的丝袜，你大姐夫还不往兜里揣呢。这是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咋回事呢？这咋回事啊？这是问谁呢？咋回事？我问你呢，咋回事？咋回事吧？那天，小区来了个贼，他脑袋上套了个丝袜。对，他脑袋上套了个丝袜。完了，我上去，我一把抓住你带丝袜，我就不知道你是个贼。我把丝袜一下蹬下来，然后把他送派出所。丝袜我就揣兜里，这丝袜是你大姐夫的战利品。大姐呀，就这种事儿，他都能给编的这么合理。看见了吧？大姐夫，我瞬间我就给你合理。我跟你说，大姐夫，你当物业都可惜了啊你应该当编剧去啊！你编的这个事儿都不得不信呐！哎呦我的，你太厉害了你！哎，大姐，给他摊牌，我建议把他轰出去。不，
让他净身出户。钱顺风，哎呀，我真不你这清做人可太不地道了。我怎么的了？你出了事了，我替你担着，你怎么还这么说我呢？你还？我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哎，行，你要这么说的话啊，你这事儿我不给你担着。来来来，丝袜你自己穿上吧。我才不穿呢！你就说，哎，我没这个毛病，你没这毛病，我没这毛病，你别跟着我。我跟你说，你穿着我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丝袜穿上给我站住！怎么的给披上！啊？这丝袜就是在你这衣服兜里发现的。你的衣服，我的衣服吗？我还以为是钱顺风兜里掏出来的。你少来吧，你大姐夫！你还真是。我告诉你，别以后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风身上推。我们家小土豆子现在很正啊，而且你再看看你这衣服，这么大这么长，他穿上当被盖呀？啊，那能是他的吗你？还真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啊？我求你个事儿呗，你能不能编一个我能信的故事给我听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大姐呀，啥时候了还听故事？我给你买本故事会去呗。我告诉你，大姐，对待这种人啊，善良那就是纵容。没错，看见了吗？啊，这个就是一只披着羊皮，不对，披着风衣的狼啊！来，你看这身你点的哎呀，啊，你是在哪个雨夜跟哪个女人出去狂奔去了？啊？不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哎？呦呦呦呦！哎呦，你给我演不记得是不是？啊，我给你出个题：雨夜、风衣、丝袜、狂奔，连起来做个小品来。雨夜、丝袜、风衣、狂奔，这小品也太难演了。这个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吧？说，钱顺风，哎，上个礼拜你是不是借我这件衣服穿来的？哎呦，你可胡说吧你就！我胡说。上个周一晚上你要出去，你穿了一身好西服，正好下雨，你找不着雨衣，我回来了，你说你把它脱了，把这当雨衣穿，你给穿走了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想想，来，丝袜拿了，你的，钱顺风，你的。是吗？好像有这么回事儿。我的心呐！哎，全沈凤，哎，原来你是这个披着羊皮，不对，披着这雨衣的短腿狼。你看看你这身泥点子啊！说在哪个雨夜，你跟哪个女的狂奔去了？哎呀，干什么玩意儿啊？跟你大姐夫这演不记得是不是？啊？怎么的？来，给我编啊！雨夜、风衣、丝袜、狂奔，来，给我编个话剧。这编个话剧也太难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来了，说。哎呀，你在这儿吵吵啥呀？我想起来了，的确是一个雨夜，的确我借了大姐夫这件风衣。那天我是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去了，我带着你去的。啊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带着我去的。没事了，你还有功勾搭别人啊？我勾搭谁去了我呀？我那天跟同学喝酒，喝的都断片了，你还替我挡酒来着？不可能，那我怎么不记得呢？哎呀，你俩都不记得，那肯定都是喝断片了呗。哎，好像那天晚上是二驴子把你给背回来的。行了吧，大姐，你可别替他惹了。我都喝断片了，我还能背着他回来？那我能记住咱家哪儿是门吗？这有可能，老驴识途嘛。那我再问你啊，这个丝袜怎么解释？来，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不是，你让我再看看，这好好看看这双丝袜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会有双丝袜呢？你这啊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干啥？你能不能把鞋脱了？别给我俩整用不着的，穿着都说不明白，脱了能说明白？来，起来，你脱，干啥呀？来，你脱。不是你干啥？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黄金左脚啊！我媳妇儿的左脚大拇指头比右脚大拇指头长那么一块儿啊！那我为什么要脱了它？你那天下雨，你背着我，鞋你都脱了，你还差一双袜子呀你啊！
钱顺风，怎么的？你解释的很合理，切，但是家丑不可外扬。你要干啥？你这张碎嘴子！哎，你要干什么玩意儿？喝点水不？不渴啊，吃点饭不？不饿。我给你按摩按摩。进屋。我跟你们说，所有的男同胞一定要记住了，在外边再累，回家也不能垂头丧气，一定要精神抖擞，否则容易摊上事儿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快起，快起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醒醒！大白天的，你说你就在家睡觉，你出去溜达溜达，卖卖单，下下象棋，打打篮球啥的啊？这家可有空就打呼噜，你说你打球有打呼噜有意思吗？这个打呼噜，同时都伴随着做梦，那梦里一会儿喜剧，一会儿悲剧，悲喜交加的。拉倒吧！你说话悬不悬呢？那悬啥呀咋还一会儿喜剧一会儿悲剧的呢？刚才我做梦娶媳妇儿了，是喜剧不？哎呦我的妈！做梦娶媳妇儿那是好事儿啊！那当然不，是，那咋还有悲剧呢？一掀盖头，咋的娶的媳妇儿还是你。哎呦我的，这是我的悲剧呀！你看，跟你开玩笑，说说笑笑，生活不单调。咋的？跟我过够了啊？嫌我生活单调了？哎，你嫌我生活单调，我给你介绍个人啊，咱家楼上就那个大美人啊，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，那一天丰富多彩。那个大美人儿，你说那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是啊她更年期那时候。现在人家可好了，我前两天看见她了，是啊老淑女了。大哥，麻烦大哥，哎妈，嫂子，你咋在家呢？那个没耽误你啥事儿吧？哎呀妈，这还淑女呢？你瞅那动作，给我吓得浑身酥酥。不是，那个麻烦大哥，事儿啊那个就你俩在家吗？没有来啥奇形怪状的东西？不是你吗？除了我以外，没有。没有啊？哎呀妈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老范大哥，你说我这啥命啊？我这脚都起泡了。嫂子，你家有创可贴没？没有，我给拿算了。我啥命？我就是红颜薄命。从小因为我长得好看，男的见了我就喜欢我，见了我就喜欢我，可是就没人愿意娶我呢，老范大哥。有人愿不愿意娶你，那得看缘分。缘分来了，是吗有人追我，真的啊，追我！今天早上在小区追了10几圈呢，我这脚都磨起泡了。啊！老范大哥，你听说追女孩是不是也这样啊？这追起泡算啥呀？鞋都追丢了。老范大哥，你年轻的时候这么为爱痴狂呢？狂啥狂啊？回家叫他爸给打屁了。用啥呀？用啥？自个儿鞋跑丢了。关键是吧，嫂子啊，我跟你说哈，他追的我闹心呐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妹子，现在有人追你，你闹心；等将来没人追你，你还照样闹心。哎呀，如果那一天没有人追我，我该是多么的轻松，那生活该是多么的幸福。你说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，让我长得这么好看干啥？这也多愁善感的。这老天爷太不像话！等我看见他，我好好教育教育他。让你长这么好看，这么遭罪干啥呀？就是下辈子让你长得跟我老伴儿一样。啥？我年轻时候长磕碜呢。不是，你让大伙儿说说，长得好看的能嫁我吗？那基本不是，那嫂子，关键是吧，他追我，我倒挺高兴的啊。关键是我在前面一走，我只要一跟男的说话，他就发疯，然后就比划，也听不清说的啥。我琢磨这男的是不是有点病啊？我的妈呀，这人这脾气小心眼儿，心眼儿太小心眼儿小，个儿老高了啊，那么高。哎，你说这个男人
是不是在咱们小区门口卖碗那个人？就他呀。我见过他，你这里边爬，你啥时候见过呀？上俺家来卖过碗吗？对了，老范大哥，他说他认识你，他还夸你来的呢。咋夸的？说你体型好。啊，他体型还好。这人可不是正宗卖碗的，我看是个饲养员。那是饲养员啊！快听说怎么事？什么事？哎呦，我说老头啊，你吹劲儿的干啥呀？我不就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一眼吗？你至于吗？什么玩意儿？饲养员呐？不是，我们就这个顺嘴那么一说，没别的意思。你随嘴一说啊，得说清楚啊！放过马，老放过马呀？整不了他们。后来我去嘛，完事去了以后，完这马我就过去，我这靠，那完以后，那个马就在吵上，这见我这头。这说了半天不还是饲养员吗？我说这位弟弟啊，你刚才说一堆话，我没听清几个字儿。你这舌头有病啊？啊，这不是病，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撸串烫的。哎呀妈呀，咋遭这罪呢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老范大哥说话你也生气啊？老范大哥，你让开，你让开。老范大哥可是个好人哈，拾金不昧。上次我200块钱从楼上掉下来了，老范大哥都捡了，都还我了。我就拿那200块钱买的这件衣服。就这件儿。情侣衫啊？谁跟你情侣衫啊？人家我这个是香蕉，你那个是大马猴子。大伙儿看看啊，大马猴子和香蕉是不是绝配？你拉倒吧，你那大马猴算啥呀？你今早上看老王那人生的大马猴子，比你那还大呢。你俩啥绝配？行。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你刚才说谁还有这跟我这大还怎么的？老王，哟，哎，嫂子，嫂子，老王，你干啥你？我是老范。对，他是老范。哎呀，弟弟有话说话，动啥手啊？我恍惚了，老王呢？不是你上我们家找啥老王啊？老王他不在这儿。那在哪儿啊？一般这个时间，老王都在河边看钓鱼的。对。哎呀，哎呦我这个太吓人了。刚才不在这儿了。哇，这又给挪着。谢谢老王，我给他定位了。老王啊！哎呀妈呀，这是咋的了？完了，老范大哥，老王要遇难了。咋的了？我估计早上在大门口，老王跟我说话，让他看见了。完了，老王完了。这事儿因我而起，我必须得管，别拦着我，我去看看。我去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你说这呀？哎，老伴儿啊，刚才是不是我把老王给卖了？你哪是把老王给卖了？你把老王给害了，老王是死定了。我叫你欠嘴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干啥呀？你说呀？老伴没事儿。咋没事啊？你看这大个看着凶，其实你看他刚才在大美跟前，他就是个小羊羔。啊，他是小羊羔。嗯，我看他像个座山雕。哎呦我，老王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啥事吧？我这个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真能装，没事儿放着门不走，跳窗户啊！就是啊！我锻炼身体呀，攀岩攀人家来了，不走寻常路，你不行吗？你别装了你。哎呀，谁今天早晨在小区大门口跟大美人说话了？此时此刻，
是不是有一个彪形大汉在社区里对你进行围追堵截？老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放心吧，在我们家里，我看谁敢碰你一手指头。哎呦，老范，你这个朋友没白交我呀，太不好意思了。呀，老米啊，你说我这个人哈，我都纳闷我平常我神出鬼没的，你说谁知道我在河边看钓鱼的，哪个叛徒给我出卖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抓这个叛徒，我是不是你，老范？我能办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吗？老王没在老范家，我跟你说了，哎，没在，我看你怎么这样？哎呀，没在，回来，你不是看来了又来了，这别怕别怕，我去看看，我看看。我跟你说，一般的人我不在乎，就这个人吧，是连说带比划，像个搅拌机似的，不行，我干不了。不是，这装不这里进去。装不下你。我装哪？我装哪？我操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起来，别动，你蹲下，你蹲下。哎，对，快，这有个沙发凳，对。你站住，稳住。承认了，拦着我，哎，好了，行不行？我说大兄弟啊，那个在河边见没见着老王啊？见着了，跟你说话，这嗖我这撩来了，家伙，这脸的，脸我看他奔这儿就来了。啊，没在这儿，撩哪儿去了？什么也没在这，刚才脑正亮奔亮来到这儿，没在这儿。没在这儿，不信你随便搜。对，你是搁你家搜，随便搜。搜啥呀？刚才进屋还没有呢，这多了沙发了，别谁的？你这扯的沙发原来就在这儿，什么沙发原来就在这儿啊？你家的沙发那腿抖的跟我整的马似的。我这长子，这什么这长子，我坐着，我你放开他！我放撩了，我放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好着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这比划，你松下手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他说什么？我一句都没听懂我呀！你说这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什么？我一句都没听懂啊！你怎么能听不懂呢？他和我说一般，还有，你懂啊？人家不还有手势呢吗？是吧？有手势吗？对呀。我想起来了，咱俩想当年追老米的时候，你就和我打过这个手势。对，就这个。他就和我打过这个手势，啪！那是啥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他当年和我比划这个手势就说我要再追你他3天打我1次，就他说的你还有这能耐呢？你叫大伙说说，我能那么野蛮吗？还3天打他1次？那你啥意思啊？1天打他3次。哎呦行，你松手。我说这弟弟，我得说你2句，这男人呐就得大度，不能小肚鸡肠的，是不？你喜欢这个女人，你用心认真的对待她，是吧？让她心里装不下别人，只能装下你。结果这家伙，人家和别的男人说句话，你狼哇的追人家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我看你应该到医院找个大夫，给你好好化验化验。他化验什么？化验他是不是纯爷们儿？还把对，说的对。你说说你要追我，你就好好追呗，是不是啊？我不就是前天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那么一眼吗？至于吗？你跟我才几天啊？老王大哥过来，咱俩都多少年了？兄弟，我这边不是，我是说咱俩邻居多少年了？我的妈呀！你得吓死人了你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呢？这不是你这让不让说话呀？说呀！不是这意思，我怎么我这不是卖碗吗？他在门口看着了，完跟我这样讲，我这合计说这完事这不俩人这不方便吗？我得找完大伙一块就咔就这样，完事就对吧？你说我说这。你咋听不明白呢？哎，这大兄弟，我好像听明白点儿。那个你的意思啊，你通过卖碗看着大美就喜欢上她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想和她单独沟通，又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想组织一桌麻将。
哎，他这什么意思？ 3缺1呀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干啥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掌握一门外语有多么的重要啊！明白了，那咱们大伙就帮他跟大美沟通沟通。对，打麻将去，打麻将，走，打麻将，哎，走。嘴咋那么笨呢？真耽误事儿。打麻将。他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吗？我都听懂了，打麻我扎了个局，你们不是你等会儿那个什么，我来吃个局啊！哎呀，王小倩来了。没人，我不算人吧？不算。这孩子今儿咋说话呢？他不在。谁呀？啊，小米粒儿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小米粒儿去超市买东西去了。大姑父，你起开，再让我搂这个家最后一眼。啥意思啊？永别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王小倩，这咋回事？你别说话。麻烦你给小米粒儿带句话啊，告诉他，说我这张脸是在这个世界上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啥话呀？我不会就这样一直磕碜下去的。你这话我不替你说啊，你自己跟他说去吧。来不及了。你几点的飞机呀？1点半的火车。你打算从丹东出境啊？哎呀，你就别管我坐啥交通工具了，就让我下海干扑腾也得把自己弄过去的。你说你这孩子，我说你啥好呢？说好点，你这是为了爱情；说不好听的，你这是古代一种兵器。啥呀？剑。你这是干啥呀？你这是爱啥啥。小米粒成天说我长得磕碜，那个田笨笨有啥好的啊？就是比我卖相好点儿呗。大姑父，人在江湖飘，哪有不挨刀？要是不推倒，钱都不报销。左一刀，右一刀，要想完美必须削。小米粒回来了，我害怕。你怕啥？你都挨刀你都不怕，你还怕小米粒儿？你大姑父，我求你点事，我真害怕。那个一会儿我躲起来，那事你跟他说说。完我想看看他啥反应。我求你了，求你了。这孩子，我求你了啊，求你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，来，我来。哎呀，你说你买，我跟你说啊。小米粒儿啊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啊，家里边出事儿了。出啥事儿了？出大事儿了。他稀罕你，你不稀罕他，你不稀罕就不稀罕嘛，你还老拿话刺激他，说他长得磕碜。你说你对这么一个卡在青春期的少年，你老这么刺激他，受得了吗？大姐夫，你要这么说，咱俩就得掰扯了。啊，说。你是不是我亲姐夫？是啊。那找对象这件事儿，是不是牵扯到我一辈子的幸福？那是。那现在我问你啊，你平心而论啊，王小倩磕碜不磕碜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问题吧，他还真是个问题。哎呀，姐夫，你就说吧，王小倩磕不磕碜？他可以接受，还是哪儿可以接受啊？哪儿可以接受啊？你看他那个儿，哎呀我的妈呀！你看他那脸型，哎呀我的苍天呐！你看他那眼神，哎呀我的娘啊！不是大姐夫，哎，你在我心里可是最诚实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跟我说句实话，王小倩磕碜，对吧？当然是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第一次说实话这么尴尬。你得想一想啊，你看啊，这找对象你不能光找外表，你心灵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他要是心里磕碜呢？心里磕碜那就烂了，但是王小倩还没有烂透。姐夫，我跟你说，你们都误解我了。我其实还真就不是外貌协会的，
我找对象啊，看重的是人的本质。我跟你说，就王小倩有些事儿做的啊，我都没法当她面说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为啥不当面说呢？我怕刺激她呗。那行了，你今天先刺激一下你姐夫，他基本就知道了。你来吧。那天，就咱2楼那个张奶奶，70多岁了啊，扛着一袋大米呀回来，走的那个费劲儿啊，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哎，你说这王小倩看见了，不但不帮人家拿着个手机啊就在那拍。你说你拍就拍呗，他还发了条朋友圈，说现在的儿孙都去哪儿了？你说最后还是人家田笨笨帮奶奶把大米扛上去的。哎，你说他差不登的又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装什么孙子？那大姐夫，你说他这事儿办的磕碜不磕碜？不是，这事儿磕碜是磕碜，但是这有情可原，他俩不是情敌吗？对不对？这有情可原。那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儿啊，那天我大姐下班回来，一进咱小区门就被一条狗给撵了。对，这事儿我知道。你大姐好家伙，担惊受怕好几天呢。那天王小倩也在啊，哎，她不帮忙不说，又拿着个手机，哎，追着那狗后面就拍视频。本来那狗啊撵2下就累了，不撵了，这让他这么一刺激，一下把那狗给整惊了。这家伙追着我大姐在小区里这通撩啊，我大姐跟狗啊愣是加赛了3圈。你说他这人办的磕碜不磕碜？发什么微信了吗？啊，对了，他又发了一条微信，又说奔跑吧大姐。我跟你说，王小倩这事儿办的不是磕碜，这可恨呢，这是。王小倩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事儿我还不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大姐被狗撵的事是你闹的呀！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我不能给你管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说你这事儿，我还管你干啥？你不能不管呐！我不给你管这事儿了。快，王小倩，你咋在这儿呢？你偷听我说话？不是偷听，是聆听。大姐夫，他啥时候进来的？啥时候进？他进来比你早。小米粒儿，虽然我外表长得磕碜，内心也不咋好看，但是我不想在外表和内心都输给别人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同意你去。你不同意我也去。哎，你信不信？你要敢去，我回来不认识你。大姐夫，你看看呀。看啥呀？你让他去。大姑父，你就帮帮我呗。我帮你啥呀？帮你啊！上回的事儿我承认错误不行吗？我错了。你错没错？错了。你说你这玩意儿，你心灵得美，你明白吗？对，以后不能这样啊。那行，大姑我帮你。这个你不能去，是吧？人家小米粒都说不让你去，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就是说你在帅哥里边你不算数，明白吗？你在磕碜那里边还是有一号的，对吧？大姑父，你的这种鼓励我真接受不了。没事，换一种鼓励方法啊，就说你呀，你长得有特点，明白吗？你辨识度高，那你不觉得我很孤独吗？你这孩子，你怎么光想着你自己呢？啊，你怎么那么自私呢？万一你给咔着坏了，你爷咋整？你爷靠谁？靠我爸呗。你爸也那么大岁数，你爸靠谁呀？靠我爷呗。这俩人干靠是吧？就靠不上你是不是？看啥？干靠的来了。没有人儿，我们不算人呐。不算，他不在。谁呀？谁呀？老米太太，躲开，让我再露这个家最后一眼。替我给老米太太捎句话啊，这也是我这张脸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句话。啥话呀？不就是因为俺老王家丑吗？可是我分析来分析去，丑不赖孩子，根儿在我丑啊！